2024年12月17日，乌克兰安全局在莫斯科成功实施了一次特别行动。俄军核生化防御司令部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及其助手被精准清除了。这一行动呢，不仅震惊了俄军方高层，也展示了乌克兰安全局在现代战争中的卓越能力。乌克兰安全局到底是何许人也？它在俄乌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拥有科克勃这等一流情报组织的俄罗斯，为什么被乌克兰渗透成了筛子？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问题。乌克兰安全局简称 SBU， 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机关，直属于乌克兰总统，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宪法秩序的重要使命。SBU 的前身呢是乌克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科克勃。1991年9月20号，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建立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决定，正式成立了 SBU， 并解散了原有的 KGB 结构。1992年3月25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进一步通过关于乌克兰安全局的法律，确立 SBU 的法律地位，并要求其成员宣誓效忠国家。SBU 的主要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法秩序和领土完整，防范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比如极端主义、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同时 ，SBU 还负责进行情报分析，支持政府在内外政策决策方面的工作，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并维护信息和心理安全，防止政治虚假信息的传播。在组织结构方面 ，SBU 的中央管理机构负责整体国家安全状态的监控，并协调各下属部门的工作。主要部门涵盖反情报、国家主权保护、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反腐败与有组织犯罪打击、反恐及保护司法参与人员等。此外 ，SBU 还设有专门的技术和后勤保障部门，确保其运作高效。作为乌克兰的主要反情报机构 ，SBU 致力于预防和打击来自国外情报机构的渗透与破坏活动。其反恐中心是 SBU 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打击极端主义和解救人质，拥有专业的突击队、狙击手和心理专家，能够迅速应对各种复杂的安全威胁。SBU 高度重视人员的专业培训，所有的成员都必须从国立法律大学法学院必须考取语言和法律2个硕士学位，才能顺利毕业。国立安全学院则负责高级干部的培训和再教育，再次经过4年的学习，确保 SBU 始终拥有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的能力。自从2014年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武装入侵以来， SBU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克里米亚被吞并和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 SBU 迅速调整战略，组建了专门的反恐作战中心，成功打击了大量亲俄武装分子和极端组织。截止2018年 ，SBU 已阻止了300多起袭击，缴获了96万枚爆炸装置，并捣毁了多个俄罗斯情报网络。在后勤保障方面 ，SBU 拥有完善的体系，包括军事医疗、技术支持和物资供应等。新成立的航空中心进一步提升了 SBU 的机动能力，计划引入多种无人机和运输直升机，以增强特种部队的作战效率。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安全局在情报收集、反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与信息战以及高精度打击行动等多方面展现了极其卓越的能力和关键作用。在这次清除行动之前 ，SBU 最著名的行动莫过于克赤大桥。克赤大桥作为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的重要交通枢纽，从其建成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军队的重要补给线。该桥不仅承担着日常的货物运输任务，更是俄军在克里米亚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兵力调动和战略部署的关键。然而，2022年10月8号，这座象征着俄乌对峙的桥梁发生了重大爆炸事件，成为乌克兰安全局与俄罗斯博弈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乌克兰安全局通过长期潜伏和渗透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网络，成功获取了克赤大桥的详细结构图和交通流量信息。这些关键情报为 SBU 精确策划和执行爆炸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10月8号，一辆装有高强度爆炸物的卡车在克赤大桥中部引爆，导致大桥1/4的桥面瞬间垮塌。
这一毁灭性的爆炸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更严重阻碍了俄军的物资运输和兵力调动，使得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补给线遭受重创。这次行动的成功实施，直接削弱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力，同时也对正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作战的俄南方集团军造成了严重影响。俄军的物资供应链被切断，兵力调动受阻，极大削弱了其在乌克兰东部战场的作战能力。乌克兰军队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了在关键战区的战略优势，提升了整体作战效率和士气。事后，乌克兰媒体迅速证实，这次克什大桥的爆炸事件是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和执行的高明行动。2023年4月21号，莫斯科列夫尔托沃地区法院对 SBU 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与2022年10月的桥梁爆炸有关。面对逮捕令，布达诺夫表示：“我很高兴，这是我们工作很好的证明，我保证会做得更好。”除了各赤大桥事件 ，SBU 还成功破坏了多起俄军对乌克兰发起的渗透行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起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阴谋。俄罗斯通过网络手段买通了一名乌克兰妇女，试图获取泽连斯基的位置和行踪信息，以便对其展开精准空袭。然而 ，SBU 在俄军行动之前就发现了这一阴谋，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这名妇女，并将泽连斯基转移到安全地点，从而彻底挫败了俄罗斯的计划。这一行动不仅保护了乌克兰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也再次展示了 SBU 在网络安全和情报分析方面的卓越能力。SBU 的成功不仅体现在高层指挥官的清除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上，更在于其在网络安全和信息战中的有效应对。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严密的情报网络， SBU 能够及时发现和应对各种潜在威胁，确保乌克兰国家安全的坚固防线。这些行动不仅直接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和指挥控制能力，还间接提升了乌克兰军队的战略地位和作战效率，为乌克兰在持续的冲突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克赤大桥爆炸事件的成功实施，离不开 SBU 在多个层面的精细策划和执行。首先 ，SBU 通过深入渗透和长期监控，获取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关键情报，这为后续行动提供了必要基础。其次 ，SBU 在爆炸物的获取、运输和引爆过程中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平和执行力，确保了行动的精准性和隐蔽性。此外 ，SBU 还通过多层次的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规避了可能的泄密风险，保障了行动的成功。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克赤大桥爆炸事件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西方国家普遍对乌克兰 SBU 的行动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乌克兰在面对强大敌对势力时展示出的智慧与勇气。而俄罗斯方面则将此事件归咎于乌克兰的破坏行动，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抹黑 SBU 的形象。然而，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实际战果， SBU 的这一行动无疑为乌克兰争取了宝贵的战略优势，也为其在未来的军事对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后来，为了保护克赤大桥，俄罗斯不得不将大量防空系统部署在克里米亚，导致其前线防空力量的虚弱。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拥有庞大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在面对乌克兰安全局的高效打击行动时，暴露出了诸多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高层安全防护不足。这次基里洛夫事件暴露了俄军高层指挥官在安全防护方面的明显不足。尽管俄罗斯军方拥有庞大的安全团队，但面对高精度、高隐蔽性的打击行动，仍然难以完全保障高层指挥官的安全。这表明俄罗斯在高层安全防护策略和技术手段上存在漏洞，没能有效应对现代情报战和反恐行动的威胁。其次，情报系统的滞后，俄罗斯在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明显是落后于乌克兰安全局。SBU 通过先进的情报技术和灵活的情报网络，能够准确地掌握俄军的动向和弱点，而俄罗斯情报系统在面对乌克兰的高效情报战时显得步履蹒跚。这种情报系统的滞后，直接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决策失误和反应迟缓。第三，指挥链条的不灵活。
俄罗斯军方的指挥链条相对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面对乌克兰安全局的高效打击行动，俄罗斯指挥官无法及时做出有效的应对和调整，导致高层指挥官的连续失守。这种指挥链条的不灵活，严重削弱了俄军在战场上的整体作战能力和适应性。第四，信息战与心理战的不足。在信息战和心理战领域，俄罗斯明显逊色于乌克兰。SBU 通过精准的信息战，成功揭露了俄罗斯的虚假宣传和谣言，打击了俄方的舆论优势。而俄罗斯在信息战中的失误，导致其虚假信息的可信度下降，无法有效地控制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情绪。这种信息战和心理战的不足，削弱了俄罗斯在战争中的综合优势。第五，技术创新的滞后。尽管俄罗斯在武器装备上拥有先进技术，但在情报技术、网络安全和高精度打击技术上，创新能力相对滞后。乌克兰安全局通过不断引进和自主研发先进的情报和打击技术，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而俄罗斯在技术创新上的滞后，使其在面对乌克兰的高效打击行动时，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和应对手段。乌克兰安全局能够在俄乌战争中屡次取得成功，得益于其先进的技术装备、高素质的人员队伍、灵活的组织结构、紧密的国际合作和支持，以及战略性的打击目标选择，也反映出俄罗斯在高层安全防护、情报系统、指挥链条、信息战等方面的多重不足。这些缺点不仅削弱了俄军在战场上的整体作战能力，也为其在未来的战争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隐患。乌克兰安全局的成功不仅是乌克兰在反击俄军战争中的重要战略胜利，也为全球情报与安全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随着战争持续，乌克兰安全局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提升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作战能力。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